的频道会员8月活动，会员专属手牌讲解。跑马不行还能打锦标赛吗？多跑几次就会赢了。自己讲自己都想笑。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你看着小盲位的脸，然后你问自己说，这个玩家在这边有没有那个能力照，在同花听牌、顺子听牌没中的情况下，在这边 all in 34个大盲，然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 bubble。你如果回答是他不会照，我告诉你，这边 AJ、AQ、AK 都不用跟住。Hello， 大家好，我小 P。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分享我这个 Flip and Go 第二天赛事中遇到有趣的手牌跟状况。首先呢，我们是299万最多的筹码量进入到第二天。第二天开赛的时候呢，剩下18位玩家。那在这个18位玩家，大约是3张6人桌的状况，然后很快的呢就并到2桌，然后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决赛桌。那在决赛桌之前呢，其实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而且好像才2个级别而已。进入到了决赛桌的时候呢，我还是保有300万的筹码量进入到决赛桌。当下的盲注级别呢是3万6万，有记录的手牌不多，但我们还稍微讲一下。进入到决赛桌的时候，其实我的筹码量300万并不是最多的，有一位玩家有400万，然后有一位玩家应该是跟我差不多。那决赛桌的均码大约是200万还200多万，所以呢，就是我的筹码量大概就是均码多一点。这手牌呢是小盲位的玩家，他有40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平跟。那我在大盲位，我有30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97不同花。那我觉得97不同花算是一个连结性非常好的手牌，那我不会拿来加注。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加注的话，我更倾向选择，譬如说92、93、94、95，我觉得大概是一个分界点。96以上呢都不大需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96以上的这些手牌基本上在翻牌后的可玩性都好很多，所以我们希望加注的手牌呢是翻牌后可玩性比较差的手牌，比如说23、27、92、93、94、12、13、14之类这样的手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所以呢，这手牌呢非常简单的过牌。那翻牌是 A39 2张梅花，底池18万，小盲位过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决策要做。那我认为这种高牌越多的翻牌呢，其实对大盲来讲是比较不利的。原因是因为小盲位平跟会有比较多的高牌，那我们的范围是100%，扣掉前30%应该会加注。也就是说，我们这底端70%的范围里面，大部分都不会有 A。就算我们有 A，可能也是最弱的，比如说 A7 以下的 A。第一个，我们有 A 就非常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手牌可能整体的范围比较少之外呢，我们整体范围是一个弱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中一个中队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注。所以呢，他过牌我也过牌，转牌是一张不同花的5。那这个时候呢，小盲会下注6万，那我们当然是非常轻易的跟注，我们赢所有的炸虎，我们甚至赢他自己主动的下注的一些价值手牌，譬如说他随机的3、随机的5，我觉得他都可以下注。然后呢，我们有9嘛，那我们当然就是很明确的跟注。合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6，然后底池30万，这个时候他选择下注17万5千，那大约是半个底池多一点点啊，接近半个底池左右。那我觉得这手牌，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的轻松的跟注。我觉得有 A， 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加注；有9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有5或有3，就是翻牌的底队跟中队有5，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应该是所有的队子。至于最弱的这个3会不会跟注，我觉得就很看对方炸虎的频率或者是对方的范围。有9就是很简单的跟注，我觉得对方甚至有机会价值下注他的，譬如说 K5啊，都有机会，甚至是更弱的9，我觉得92他都会下注，很明确。92同花，我觉得有机会。所以呢，我们明确的跟注，看到对手呢是 AQ 不同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用的资讯哦。就是第一个，他会平跟大牌，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合理。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意外的是翻牌过牌，那我觉得翻牌过牌，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些更弱的 A，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A7 以下可以有一个过牌的策略，但我觉得 A8 以上的 A 都是很明确的下注、下注再下注，我可以赢到3条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手 AQ 基本上，他如果翻牌下注、转牌下注、合牌下注，我所有更弱的 A， 甚至我所有的9都会支付他3条街的价值。就这手牌，我觉得他少赢了，他筹码比我多嘛，所以他也不是说今天因为他是短筹码，我是深筹码，然后他想要打的被动一点，他也不是。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以他的角度，他应该有更高
频率的下注，不管是整体的炸胡或者是价值下注都应该要更高，尤其是它是大筹码，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它其实是少赢。下一手牌呢，对到的对手呢就是同一位对手，这时候呢是在4万8万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7位玩家，那我们决赛桌是9人桌嘛，所以有2位玩家被淘汰，是7人桌的状况。在 UTG 我有300万的筹码量，4万8万，所以接近40个大盲。这时候我拿了 AQ 不同花，然后我有一张梅花 Q， 我选择加注到16万。大盲位就是在我右边这位玩家，他有50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拍牌是28J， 2张梅花，底池44万，然后他选择过牌。那我们这边对上大盲的范围应该是全范围的1/3或者是1/4，我觉得都可以。44万选择下注15万，大盲位玩家跟注。转牌来了一张叠牌 J， 这个时候底池74万，他过牌。转牌我们很明确的价值下注的手牌，我觉得是3条 J 以上 ，QQ 以上的大对子会是一个混合策略的过牌跟下注。那配合的炸胡，我觉得最明确就是任何2张梅花90 Q10有机会下注 ，KQ 有机会下注，然后更明确的听牌啦。那当然有一些更没有救的手牌，如果说7、8红桃，如果我今天开这么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炸胡。当下呢，我选择过牌，那我觉得我的过牌范围其实不会到太弱，我还是会有一些同花听牌，有可能会考虑看一张免费的合牌。原因是因为对方有8，更不会弃牌；对方有3条 J， 更有可能加注，我更看不到合牌。我觉得这一些同花听牌或者顺子听牌也有机会让我在有位置的情况下选择过牌，然后看一个免费的合牌。这个时候呢，合牌来了一张梅花9，那我觉得梅花9是一个改变相当多的一张手牌。然后这个时候大盲位选择在74万的底池下注40万。那我自己的直觉是，我认为他今天有什么手牌可以下注40万？我觉得有 J 可以。那你说有同花可不可以？我觉得也有机会，但我觉得有同花，我的直觉是会下注更大。当然这很难讲，但我觉得他甚至有机会下注40万。一些更中间的手牌，譬如说，我觉得1对10，甚至是90，甚至是 A8，他都有机会下注40万，然后期望被我的一些更弱的范围跟注。比如说，我有一些8以下的手对，我觉得都有机会跟注。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他如果在炸胡的话，我觉得我的 AQ 可不可以跟注，我不确定。我觉得回过头来是，当他今天下注40万的时候，我的手牌或者是我的范围，什么样的手牌适合拿来炸？那我觉得最直觉的就是，假设我今天是 A10不同花，带一个顺子的主挡牌，尤其是带有梅花，那我觉得在3张梅花的牌面上，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炸。所以是什么样的手牌？比如说 KQ 带一张梅花，或者是 AQ 带一张梅花，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炸。那当然，我在这个位置，我会有 Q10的顺子，我也会有 Q10梅花，当然我也会有一些同花听牌啊，转牌过牌。我当下呢决定合牌炸胡，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100%的炸胡，或者说高频率的炸胡，那我就要确定我的手牌是符合炸胡的逻辑。那我就觉得要有一些顺子跟同花听牌的一些阻挡牌。那我觉得 Q 跟10，尤其是带有梅花，都非常的适合嘛。所以我觉得梅花 A、梅花 Q、梅花10都非常的适合。所以呢，在74万底池，对手下注40万之后呢，我选择加注到160万，同样剩下不多，大概100万左右。然后呢，对手想了非常的久，刚好进入到了休息时间，所以其他的玩家呢都已经离桌，准备要离开，然后对手弃牌。当然这手牌呢，我就炸胡成功。我有开给对手看，需不需要开给对手看？我觉得不是这么重要。我当下是有开牌啦，很帅啊。然后呢，我自己有录下来啊。对手那时候看起来是蛮骚的离桌，然后同桌其他人看到是很惊讶。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决赛桌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决赛桌都不敢炸胡的话，代表说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更高额的赛事，应该说我们更不想要做这样子的尝试跟炸胡嘛。所以我觉得这也跟大家聊到，很多人说决赛桌常常都会犯一些错误，或者不敢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嘛，你就是要持续的练习跟尝试，然后你才有机会可以在类似的状况做出更好的表现。就算真的出错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当我们今天更有练习的机会的时候呢，在未来的更高额的赛事呢，我们也同样能够做出这样的炸胡。所以我觉得说啊，人家说啊，你合牌加注160万，你一定要么就是 full house 啊，你有可能是什么88 full house 啊，或者是4条 J 啊，或者是合牌的 A 花很好的同花才有能力这样炸胡。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告诉说，不是哦，我们还是有机会炸胡。所以呢，我觉得这手牌算是一个蛮精彩的，所以我们赢下了一个蛮大的底池。那这手牌呢，
呢，让我的筹码量稍微增加到了接近500万上下。在6人桌的时候发生一次很有趣的手牌啊，这手牌呢是 low 价位加注，然后我在 CO 位。那 low 价位加注它其实筹码量并不多，它大约有20个大盲，6万、12万加注到25万，然后我在 CO 位，这时候我拿到一对 K， 低于30个大盲的话，我觉得一对 K 的情况下跟注可以有一个蛮好的策略。如果说它的有效筹码量是超过30个大盲，那我是绝对不会考虑跟注一对 K。再加上其实我跟注的原因呢，就是盲注位呢有一位玩家他打得非常的松，我知道他会拿很多奇怪的牌 all in， 不管他有没有 all in， 或者是他会跟注打一个翻牌后犯错，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状况。重点也是我们在有位置的情况下呢，可以更高频率的选择跟注，像是 AA、KK 之类的手牌。KK 我们选择跟注，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直接 all in， 我记得应该有超过300，大概是30个大盲左右。然后呢很快的这个翻牌前加注的 low 价位玩家大约有20个大盲左右，他也很快的200多万啊，大概就 all in， 我当然就很快就跟注了，非常快。然后3位玩家都摊牌，小盲位的玩家是90， low 价位的玩家是 AK 梅花，那我是一对 K， 那翻牌是 Q10， 还有一张小牌，然后是3张方块，我很记得，因为90有中一个对子，所以我要闪 J， 我要闪 A， 我要闪9，我要闪10，但是其实我还是领先的，翻牌还是领先。然后转牌呢是一张小牌，但是是方块，也是4张方块在台面上，然后我还是领先的。这个时候合牌开出了第5张方块啊，就变成是一个平分的状况。那这手牌其实原本就是有机会可以一次淘汰2位玩家，但变成是一个分钱的状况啊，所以是相当的可惜，尤其是盲注位的玩家拿这个90同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也给他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很可惜的就是并没有赢下这个底池，那我觉得是蛮吃亏的，尤其是拿到大牌非常的不容易嘛。那这手牌结束之后呢，过了1圈，当下的盲注级别呢是8万、16万，然后弃牌到我在bottom位，我有大约一样500万的筹码量，然后我选择加注到32万2个大盲。那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玩家呢，他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位玩家，这个时候他的筹码量有445万，25、26个大盲，然后小盲位直接 all in。我们 AQ 是一个非常轻易也是简单的跟注，他前面直接 all in 20个大盲，什么 Q10不同花啦，然后再加上小盲位就算是一个正常人 all in 25个大盲的范围呢，我们的 AQ 都是一个明确的跟注，很多的同花 A10以上 AJ 不同花啊，任何的手对都在他的 all in 的范围，尤其是我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疯子嘛，所以呢我们就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他竟然有 AK， 那我觉得这个手牌就没什么救。那翻牌是345 turn 3，还有一些分钱的机会，还有一些顺子分钱跟叠牌分钱的机会。那合牌是一张9，这把牌我就从500万的筹码量输了440万，大约我记得是剩下5个大盲，所以是剩下不到80万，大概70万左右。然后呢下一手牌我在 CO 位，然后那位玩家刚赢了我的筹码，所以他还在整理筹码。那我记得弃牌到我在 CO 位，我有 K10不动花啊，明确的5个大盲的 all in。然后 bottom 位刚赢我的那个玩家弃牌，小盲位弃牌，然后大盲位开牌，他好像是30啊，反正很烂的牌了，5个大盲他都不能跟，所以他就弃牌给我。然后再下一手就是我放了大盲，然后跟放了大盲前注之后呢，我大约剩下5个大盲多一点，5人桌 high 价位的玩家加注 ，CO 位的玩家跟注，小盲位的玩家 all in。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一对 J 啊，当然很明确的 all in。然后另外2位玩家都弃牌，然后小盲位的玩家是 AQ， 我是一对 J， 然后翻牌是 Q72， 所以呢对手的 AQ 其中一对 Q， 然后我们没有意外啊就淘汰出局。所以这一场的赛事呢，我们很遗憾的在后面的筹码量其实相当多，因为剩下5人的时候，其实我有500万的筹码量，总筹码量是2000万嘛，所以均码大概是400万左右，然后我有500万，也没有到特别多，但是就是没有走到后面就觉得相当可惜。但其实就是2手牌嘛，一手 AQ 对 AK， 然后一手一对 J 就输掉了。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前面那一对 K 分钱了。那当然我们到最后面淘汰出局第5名呢是38600。那这场赛事呢我们总共买10次嘛，所以是还不错了，有赢钱。比较可惜的就是第5名出局，然后我们去年也是买了10次，也是第5名。那我们今年也是买了10次，也是第5名。但是去年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呢，去年我记得第5名出局是47000多块，就是接近5万块了，47000多。所以就是这一场赛事的完整的一个分析状况。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相较之下是好打的比赛吗？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又不是。跟大家讲原因是什么？理论上这个比赛呢，应该要是比较好打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玩家他第一轮只要靠运气就有机会走到后面，任何的玩家都可以靠买入次数越多，让他晋级到后面，所以他决赛桌有可能会犯错。他又没有这么好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报名费太贵，他是1000块美金一手牌，也就是说，实际上会花这么多钱的人，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偏向平常，要么就是有打牌的人，或者是钱比较多的玩家。那这些玩家，就算他是一些老板，或者是他打得比较疯，他都是有经验的。他平常就是有这些钱来玩扑克，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经验是不会比别人少的。所以如果说我认为这场赛事如果让买入低一点，譬如说300块或是500块，我觉得奖池有可能会更大，参与的人数会更多，然后玩家的程度也会更差。但是就看说主办方的决定是怎么样，因为往年他们都是1000块嘛。某种程度上，我觉得1000块一手是真的蛮贵的，因为你要想期望值是8取1，也就是说很多玩家平均值这场赛事，如果说他是要买到进，他平均要买到84他才会进。那当然有些运气很好的玩家，他1次2次就进了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以一个平均来讲，如果说大家都想要买到进，然后打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话，8手8000块，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讲，8000块你可以打很多赛事，你可以打一些500的、800的，你可以打10几20场，他可能不会把全部的钱放在这一场比赛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让玩家的程度，要么就是很多职业牌手，然后有很多是比较差一点的娱乐玩家，但是他们的经验值跟口袋的深度啊，都是非常的足够，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场赛事。而且它其实就是，虽然说你有晋级的，就是进前圈，可是假如说你真的买8发的话，就算你晋级，然后你马上就出局，你应该还是亏本的。但是如果说你以锦标赛的形式来讲，就是你打一场比赛，你进前圈就是厉害一点20%嘛，也就是说，其实打一场比赛，我们预先设想的就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我们打比赛就是要打非常的多的场次才有机会进前圈。那当然，大部分的玩家就是打这场比赛，他当然不会只希望 min cash， 因为最小的前圈没有任何的意义嘛。我觉得锦标赛最大的乐趣基本上都是在决赛桌，所以没有到决赛桌，其实就是有没有前圈，当然有一点点的差别，但实际上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原因是因为真正有帮助的奖金跟名次都是在决赛桌。会来打这场比赛的人，其实是不是进前圈之后马上就被淘汰，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想要看重的就是决赛桌跟金手链。不过其实这场赛事相对于如果今天一个玩家他是想要拿一条金手链的话，因为他参赛的人数也比较少，波动也比较少，算是比较相对以德州扑克比较容易拿到金手链的赛事，对吗？因为他如果要晋级到第2轮的话，就算是去年的1300多人的话，也都是只有剩下180位玩家晋级。那今年人数比较少嘛，所以是128位玩家。单纯以数学跟人数上的话，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好进决赛桌跟比较好晋级的一个机会。但同时你要想到的是，如果说大部分的玩家不会一场比赛花到8000块美金的话，对他来讲，他有没有机会打一场，比如说 Colossus 400块，他可以买20手。就是说，我觉得这很难单纯用一个数学上来评估。说他花这些钱赌在这一场赛事中，是不是更有机会拿到金手链，或者是他把这些钱分散到所有的金手链赛事中，更有机会拿到金手链。就以一个单纯进入到第2轮的人数来说，他绝对会是一个人数最少的一个德州扑克最有机会拿到金手链的赛事，没有错。因为今天晋级的人数只有128位玩家，所以如果说以大家的玩家水准都差不多的情况下，128%是非常容易，跟16000%或者是这种主赛事啊10000人啊，当然就是差很多这样子。但这比赛大家应该是来买快乐的吧？因为我看第一天大家都很快乐。其实锦标赛就是来玩快乐的所以如果说你玩锦标赛是为了钱在玩的话，你的心态就不大对。我说 Flip and Go 哦，我觉得 Flip and Go 是蛮欢乐的其实玩扑克本来就应该是很欢乐，但我能够接受，比如说真的到主赛事或者是那种人很多、奖金很多，到后面其实大家都不会欢乐，原因是因为那钱真的很多，所以他不会跟你嘻嘻啊，他当然会更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可是扑克本来就是玩到后面，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Flip and Go Day 2决赛桌的一个完整的讲解。好，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我是小 P，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拜拜。